有慈悲大爱之心。慈悲大爱不是小爱哈，我们对这个小爱比较熟悉。所谓小爱就是这种爱情，亲情。那我们也看到这种爱情和亲情基本上是立足于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朋友，我的妻子、我的丈夫，以自我出发，然后造成了我们中国社会。所以中国社会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视和爱情和亲情的社会。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这种以这个从自我出发的这种爱情和亲情，当然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幸福。同时呢，当我们一个人过分的在乎自我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当一个人过分的在乎自我，过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往往也会造成的家庭的不和谐，也会造成家庭的不和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来说，一个社会现在尤其随着我们社会的经济的发达，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整个社会贫富的悬殊越来越大。所以一个社会呢，它需要有爱心。这个爱心呢，一方面呢，让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加的温暖，有爱。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呢，这种慈悲大爱之心它可以解决这种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更多有钱的人，那么他们应该要有这样一份慈悲大爱之心，能够有这样一份利他的心，然后把他们的钱回馈社会，去做更多的利他的事情。那么这样呢，他就可以减少社会的这种贫富悬殊带来的一种对立和社会的这种惯例的因素。所以这个社会慈悲大爱之心的建设，这是一种社会的精神我们现在中国社会是很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精神，这样的一种社会精神的建立，这是非常的重要。当然，这个不是一个说法，它需要实实在在的深入人心。我们要靠什么来深入人心？事实上，我们是需要通过一种文化，要介绍一种文化，一种宗教，一种文化。我们介绍，其实这个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我经常说，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就是文化的产品。我们接受了不同的文化，就会造就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接受了什么样的文化，就会造就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决定了我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这个社会，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精神，这样一种慈悲大爱的精神。我们要靠什么来建立？那首先呢，在我们中国文化背景下，我们中国人主要是立足于这个儒家的，首先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讲的是仁爱之心。仁是什么？仁者爱人，就是我们要学会去爱人。那我们知道这个儒家讲究伦理纲常，就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有亲戚朋友的关系，五伦。这个五伦呢，最核心的这个核心的思想是什么？五伦是代表着父母应该怎么对待儿女，儿女应该怎么对待父母，丈夫应该怎么对待妻子，妻子应该怎么对待丈夫，其实都有相应的规定。其实所有的这些规定，它背后还有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人，就是要有爱人。父母对兄弟，这个父母对儿女履行这种爱，
丈夫，事实上你是要有这种爱心的。如果你没有爱心，你仅仅是在履行这个职责啊，其实是很难的，是很难的。那这种爱心呢，其实它还是以这个以自我为中心，从自我为中心，然后来建立一种家庭的伦理，然后来再建立一种社会的这个爱，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从个人的修养，然后到对这个社会的和谐。那么这种人是要从内到外延伸。那么我想儒家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当然也是很有智慧，也是很有道理。但关键前提就是我们需要对人的这种仁爱之心，像孟子讲到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个孟子讲的这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呢，事实上就是在为我们去寻找这种爱的基础，爱的心理基础是什么？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这样的一种爱的基础。这个爱的基础就是恻隐之心，然后如何去培养这样的一种恻隐之心，然后把这种恻隐之心培养出来之后，就会成为一种仁爱之心、慈悲之心，然后再把这种恻隐之心再无限的扩大，就会造就一种慈悲大爱的人格，造就一种慈悲大爱的人格。那么这个很有意义啊，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如何从恻隐之心到培养这个仁爱之心？我为什么要有仁爱之心？这个仁爱之心对我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呢，这种道德是需要有智慧来作为它的一个道德的背景。如果没有智慧作为一种道德的背景，很多人他会觉得，从这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有人说，这个我们讲要利益一切众生，有人说我对众生不感兴趣，他们管我什么事啊？那觉得这个天下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呀？那再进一步说，在一个家庭里边，很多时候呢，因为一个人他是有这种自私的这样的一种本性，就是佛教讲的我执。所以在一个家庭，很多时候不要说我们要去把这种仁爱之心推广到天下，其实在一个家庭里，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过分的在乎自我的时候，他只在乎自我的感觉。所以往往在一个家庭里边，当一个人过分的自我之后，也会导致他在家庭里边六亲不认。我们经常也会看到父母跟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往往也是因为意见不合，因为财产纠纷，搞得这个六亲不和，六亲不认，家庭不和。所以我觉得儒家的思想这种仁爱之心，建立这样的一个伦理体系，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它是非常的好。但是怎么样能够去有效的实行，其实它还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哲学做背景，就是对生命、对人性的充分的认识和相应的修行来支持。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西方，这个基督教讲博爱，这种博爱呢，也是让这种博爱的精神在传播的过程中呢，它对社会其实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在基督教里面，他们也会做很多这些慈善的事业。但是因为基督教呢，它也是存在这种相信的这个上帝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会导致了宗教跟宗教之间的战争，比如说像十字军东征，东方和西方的这种战争，往往因为战争而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个都是跟有我有关系，有我，你只要有我，你就会有二元对立，有对立呢就会有斗争，就会有战争。所以佛教讲究这个慈悲大爱。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是什么？那就是无我。当然，大家听到无我不要恐慌，这个无我
不是说你不存在，也不是说你没有你，不是这样子的。无我最主要是要否定我们对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认定，帮助我们真正的找到你自己。你自己是什么呢？你自己的觉悟的本性。你真正找到你自己的本性之后，事实上就意味着你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你跟这个天地万物，你跟这个六道众生从本以来本来就是一体的。这个很关键啊！无我是帮助我们消除掉我们对自己的这种错误的认定，对这种小我的执着，然后真正体会到我们内心的本性，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跟六道一切众生，我们跟天地万物，从根本上来说，原本就是一体的，它的本质就是相同的。所以呢，当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无我的智慧之后，佛教里面讲到慈悲有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所谓同体大悲，就是你认识到你跟六道的一切众生都是一体的。当你对众生的帮助不是我对众生的帮助，其实就是我对我自己的帮助。就像一个人，你的脚痒呢，你的手去抓你的脚，你不会觉得我现在是在帮别人抓痒，你是很自然的去做的。那有了这样的一种智慧的认识为基础，所以呢，菩萨就能够生起一种同体大悲，把众生当作跟自己就是一个人，然后生起慈悲之心。无言大慈就是没有条件对众生的帮助，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的期待，只是你有困难，我帮助你，没有任何的条件，所以这叫无言大慈。什么叫大慈大悲？大慈这个大到底有多大？大就是能够对一切众生，大就是无限，对每一个众生你都愿意去慈悲。我们讲观音菩萨为什么所有人都会去拜，多数人都会去拜，原因就是观音菩萨他就是具有这种大慈大悲，他对每个众生都能够生起慈悲之心。所以这个大慈大悲也是有标准的，不是没有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在菩萨的内心里边，没有一个众生不是他愿意帮助的，任何一个众生他都能够升起慈悲心。我们平常的人，我们是有自我，有个体，有这个民族，有国家，有种族，有亲疏，有好恶。所以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总会设立一些不同的界限，使我们跟这个世界充满了一种对立，对立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真正的这个，就是因为有我，所以佛教的菩萨道的修行，就是要做到的，就是要无我利他，无我利他，就是菩萨慈悲修行的一种核心的思想。所以，作为大乘菩萨道的修行，首先就是要发菩提心。所谓发菩提心，就是要建立一种崇高的利他主义的愿望。这种利他主义的，我们现在讲到菩提心，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抽象，但是在菩提心，首先就是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走向觉醒，同时我也要帮助一切众生从迷惑走向觉醒，离苦得乐，他要确立这样的一种崇高的一种愿望。那么有了这种愿望，才标志着你这个人已经真正的成为一个大乘佛子。那非常遗憾，就是在我们中国佛教虽然是汉传佛教，虽然是大乘佛教，但是呢，我们真正具有这种大乘的发心、大乘的菩提心的人，很多人其实并不多。也就是我们的大乘佛教这种大乘的利他的慈悲的精神，没有得到很好的获得，所以使得很多学佛的人，他还是偏向于治疗，他只管自己，没有想着我要利一切众生。这是因为这种大乘的对大乘的精神认识和领会不足，造成的一种结果。
造成的一种结果。所以就是说，这个首先就是要发起这个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然后如何的去开启我们内在的这个恻隐的心，这个慈悲心的潜在的心理基础，恻隐之心调动起来之后，然后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练习，从对一个人练习到10个人练习，到100个人练习，1000个人练习，10000个人练习，从跟我们这个没有关系的人，我们能够升起这个从有关系的人，我们能够升起慈悲心，然后到我们没有关系的人，我们也愿意去对他升起慈悲心，然后从我们对喜欢的人，我们升起慈悲心，然后再对我们不喜欢的人，也能升起慈悲心。那这个就是我们修慈悲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最主要就是要超越我们内心的这种我执、这种贪嗔之心、这种好恶之心，我们不断的超越，超越了之后，那么这种我们真正的就能够升起平等慈悲之心。所以平等慈悲之心。所以我想呢，就是说从这个慈悲大爱之心的建立，就是我觉得佛教跟儒家跟其他宗教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我和无我。有我就有很大的极限，无我才能够真正升起广大无限的慈悲心。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4个问题。